今天大帅给大家讲这个 MACD 短线的一个背离策略，用来抓住短线的一个15分钟到1个小时的机会。大家知道很多时候啊，我们用这个 MACD 背离，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好判断背离的位置。例如 MACD 这里我们知道背离了，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里就是底呢？或者说这里它的低点已经比前面低了，但是它会不会更低呢？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背离的不确定性增大。那么今天呢，大帅就使用2个指标共振的方法来帮我们彻底解决把握不准这个背离的位置，以及不知道背离之后在什么位置上车的这个情况。然后本期视频呢有很多内容，包括参数指标使用，在加密货币市场在股市的具体使用案例和其他提高胜率的办法。当然呢，如果你对这期视频的内容还有疑问，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如果评论过100呢，我将开启挑战模式，用本期视频讲的方法来进行一个实盘挑战，并分享到新的播放列表里面。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去观看，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这对大帅来说很重要。好，那么这一个策略里面，我们一共需要用到2个指标，这2个指标的作用各不相同。下面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修改参数的 MACD， 用来帮助我们找小周期的一个背离。上面的话呢，我们则需要用到 Trading Wheel 的一个支撑压力指标，来帮我们确认，例如这个位置你知道背离了，那么你应该在什么位置入场，包括你的止损位应该设置在什么位置才算安全。那么这2个指标呢，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找到最佳盈亏比。首先打开设置，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搜索 MACD， 你就可以看到平滑异同移动平均线 MACD 指标。打开之后呢，点击设置参数，在这里呢，我们需要修改参数，其中呢，长度参数呢，我们用12，慢线长度参数用26。在这里呢，主要修改信号平滑参数，我们需要修改成12啊。然后同时的话呢，样式的话，你可以把线条加粗更好观看，来便于我们在实际的过程中来找出机会。而上面的一个支撑压力位指标呢，我们则使用的是 SRC 啊，这是一个 Trading Wheel 上一个很牛的人写的一个支撑压力位指标，它可以帮你判断当前的位置支撑在哪，压力位在哪，而且很好用的一点就是它会根据周期来切换。例如我现在切换到日线周期，它就会显示日线周期大的一个支撑压力位。我切换到15分钟周期，它就会显示一个小的支撑压力位。所以这个是它最大的特点，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位置来显示我们需要用到周期的一个支撑压力位。好，把这2个都应用在图上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这个 MACD 背离共振策略的使用了。首先呢，在这里我简单讲一下 MACD 背离的基础。MACD 背离有2种，一种是柱背离，一种是线背离。最好的话呢，肯定是柱线都背离，也就是说量柱背离了，然后 MACD 这个线也背离了，这是最好的。那么所谓背离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这个柱，例如这个低点，这一共有2个低点位置，例如这个低点的位置，1号低点的位置比2号低点的位置要高，但是呢，这个柱的话呢，却是相反的要低，这就是底背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底背离的形成，就是在这个位置，它形成了一个底背离。那么这个背离呢，就是有效的，就是我们寻找的一个背离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同时是柱线背离，它的可靠性更强。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背离之后呢，你就要寻找支撑了。从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开始背离，那么支撑在哪里呢？支撑就在绿线附近，那么我们就在绿线这个位置设置背离。如果你想要更稳的位置，那么你就以绿线的这个宽度来设置一个更稳的止损。我假设这个位置背离了，并且往上反弹，你可能在这个位置才发现，那么你止损呢就设在这个位置。同时的话呢，你也知道主力位在这个位置，那么你就找到了这一波行情的一个盈亏比。在这波行情里呢，这一段是你的一个止损的范围，这一段是你的一个盈利的范围。假设你以这里作为一个入场点呢来说，那么你的盈亏比的话呢就是1:2左右，但是你的胜率比较高。大家知道背离的话呢，胜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获得一个高胜率、高盈亏比的一个策略。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也继续背离了，这一段紧接下来又是一个小背离。那么同样的策略这一段也是个线柱背离，你在这个背离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你知道这个是它的支撑，那么你的止损可以设在这里。至于入场点的话呢，你可以在它站上绿线再设置，或者是等它反弹再设置，确保它企稳，你再找机会入场。然后止损点的话呢，你知道这个位置是压力，在这个位置你就要注意了，随时要看要不要在这个位置止盈，对吧？下面是止损，你把这几个位置搞懂，你就明白了，很简单，对吧？入场点你可能在这里附近，你不可能它刚背离你就进在最低点，你肯定等它反弹。然后止损呢在这个位置附近止损在这个位置附近，止盈的话呢在这个位置附近，盈亏比的话呢差不多是1:2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那么我们再来切换一个周期来更好的检验这个背离的使用方法例如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小背离但是如果你想找最标准的背离的话，这两个位置的差距一定要大一点尽量不要找这种一坨的，就是它还没有翻上零轴直接背离，就是这个底下的 MACD 没有上穿零轴再背离，像这种就是比较好的。你可以看到这种的话呢，相比刚才那个有一个明显的优点，第一，它的这个背离分得很明确，对吧？底下第一个底第二个底分得很明确，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在这边的话呢，你会发现它不明确就像一个糊弄的大底。第二点呢，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它其实是先站上零轴， MACD 柱体上零轴，线体呢也是先上 MACD 的慢线，再转下来，再重新站上，这个是比较好的这边的话呢就有点糊在一块了，所以选择的话我们优先选择这种结构明确的一个背离。好，那么我们切到这里，这里呢我们使用的是15分钟周期。那么同样的方法，15分钟周期，你在这个位置知道它开始背离了，因为它的低点已经更低了。接下来的话呢，你密切关注下一根 K 线的变化，你会发现下一根 K 线已经涨了，那么你就可以在下根 K 线附近找到一个入场的点位，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你的止损位呢就设在这个红线的支撑阻力位的最下方，你就设在这里，然后你的盈利空间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到红线的上方，这个位置呢盈利空间差不多是1:2左右这个地方呢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注意到了盈利空间，你是不是要走，或者是不是要分批减仓。一般来说呢，如果不了解的话，有两种办法判断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走。第一种的话呢，你可以继续看 MACD， 对吧？到这个位置你能明显发现 MACD 有点涨不动了，量株开始越来越缩减了，那你要考虑分批减仓。第二个呢，到这个位置查看它的突破情况，你明显看到到这个位置，对不对？它突不过去了
连续3、4个阴线都是卡在这个附近，那么你也可以分批减仓。所以比较适合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根据强度来判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一个突破的位置，成功突破了，但是这种概率很低，到这个位置呢，只有 10% 到 20% 的概率能够突破。大多数的话呢，都是像刚才给大家分享的一样，到这个位置过不去，直接回调。所以到这种位置的话呢，你一定要有减仓意识，就是在这种位置过不去，或者在这种位置开始减弱，就要迅速减仓，来保证你的盈亏比，避免回撤。因为作为短线，你的机会是很多的，像15分钟、1小时、2小时、30分钟都有很多的机会，所以要确保每一次交易都是高胜率、高盈亏比。这个是对于短线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交易秘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如何在股市使用这个案例。在股市市场中呢，大家也可以使用，包括这个大家常看的这个英伟达台积电都可以在这里我们用英伟达来举例吧，因为更多的人可能更喜欢英伟达。英伟达的话，短期的变化也很大。好，你可以看到股市的话和这个加密货币市场会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呢，是在于股市的连贯性没有加密货币那么好加密货币会一直连贯它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所以股市的话呢，周期选择比较重要，不能选太小的周期你不要去找什么5分钟、10分钟肯定不行股市的话呢，最好是选择1小时左右1小时左右这个周期，它的机会更多，包括1小时、2小时，但也不要太大太大的话机会很少。例如你要想找一个日线的背离机会，那是很难找到的。好，所以这里呢，我们折个中用30分钟，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近的30分钟的一段波段，我们以这个来举例。然后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 MACD 柱线背离，并且是这个低点更低了。那么在这个低点附近呢，同样的方法，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撑住了，然后止损的话呢设在下面，入场的话呢，你可以选一个位置，等它反弹或者往上一点都行，止损设在下面，然后止盈的话呢设在下一段位置你有当时的话呢，应该是这段位置，在这段位置设止盈。然后在止盈方面呢，股市和加密货币市场又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股市的连贯性较强。例如我们切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周期，切到1小时，对吧？你可以看到股市的连贯性较强，例如在这里同样是背离了这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背离。但是你会发现它这里背离之后呢，就成功的突破了一个阻力位，继续往上走。但这个在加密货币市场上呢就不常见因为加密货币市场上很少出现说这种突破位置立刻往上走，因为它是24小时都在运行。所以对于股市来说呢，你更要寻找这种大的机会来做一个短线转长线的一个操作。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思维这是两个市场不同的地方，就是你要找出短线转长线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例如在这个位置你把握住了，可能接下来你一天甚至一周，你都处于一个持续盈利的状态，你只用不断提高你的这个移动止盈就行，把你的止盈不断打高，直到它什么时候回调你离场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加密货币市场不实用，所以这一点是两个市场根本的区别，大家一定要注意包括如果你看这个台积电，对吧，也是一样的策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根本的市场不同所导致的一个变化。好，然后第5点呢，其他是提高胜率的办法呢，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使用的是一个 TradingView 的一个这个支撑阻力位指标。如果你不想使用这个指标，或者说如果你是手机看盘，你没有这个指标，那么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支撑压力位指标来代替，例如
布林通道，这个很多朋友们都知道，你可以看到布林通道也是可以一样使用的。因为我们这会儿切换到布林通道加密货币的1小时周期，你会发现它的背离一样可以用布林通道来判断支撑。例如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支撑位置呢，这一段还是这一段背离支撑位置就是布林通道的下轨，你就在下轨偏下一段自己设置一个止损。如果你不会呢，你就设置在前期最低点，就是例如那个布林背离的 K 线的那个最低点，就是你的一个止损点。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布林通道的话，好处就是它带着趋势，然后你可以跟随这个中轨的趋势附近来止损，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指标，因为还有很多这个趋势阻力的指标，大家都可以使用。总的来说呢，一点就是要把背离和支撑阻力为2个指标来结合使用，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判断当前周期的一个位置，以及当前周期的一个强度变化。好，那本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大家一定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点赞评论。如果你想看大帅的挑战，记得评论大帅的视频。如果你对该视频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帅感谢你的支持。